近日，央视披露中国空军的歼16成功驱离了外国隐身战机，且对方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而同时期却有 F-22在加首那轮换部署的记录。这不再是2022年那场歼20对抗美国海军 F-35的远程杀伤链的剧本，而是演变为中国空军第4代半战机终极形态与美国空军第5代空优王者之间的正面碰撞。这场胜利的含金量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F-22猛禽自诞生以来，便笼罩在不可战胜的神话光环之中。其设计目标是以超音速巡航状态，在敌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猎杀任何空中目标，并凭借其极低的雷达散射截面积和超机动能力，确保自身的绝对生存。美国空军将其部署于冲绳加首那基地，其战略意图不言自明。作为一把锋利的尖刀，用于在最前沿撕开并压制中国先进的防空体系。但这次美军的前端的 F-22和后方力量被增气的 E-3望楼预警机，实际上存在天然的阿喀琉斯之种。美军的体系似乎没有为 F-22创造出一个足以发挥其刺客本能的电磁窗口，导致其杀伤链在中国家门口受到诸多限制。而在一个经过数十年建设、得到全力加强的无缝连接的多层级的中国本土反隐形杀伤体系支持下，中国空军在信息获取、指挥决策和协同行动的效率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通过多波段、多维度的反隐形网络克服了 F-22隐身的挑战，通过高速保密的数据链实现了信息的无缝流转。通过空警500等节点实现了指挥控制与火力打击的高效协同，通过歼16自身软硬一体的电子战能力干扰敌方杀伤链，确保了超视距接敌过程中的生存性。最终非隐身的歼16战机能够安全接近到与5代机进行周旋狗斗的距离，并依靠侧位无以伦比的机动能力和飞行员的过人胆识，成功锁定2架 F-22。这场空战背后的无形的电磁战争，其激烈和关键程度，远超双方飞行员在视距内进行的任何格斗。对 F-22的探测预警方面，中国的反隐身体系是一个多机、多波段、多维度的探测与打击网络，其核心思想是以网络聚能弥补单节点短板。当 F-22从加首那起飞后，天波超视距雷达可能在其航路阶段就捕获到大致方位和动向，为整个体系提供初始预警，并指示后续探测层关注特定空域。我国面向太平洋战略方向的天波超视距雷达，其庞大的收发天线就部署在湖北、河南、安徽3省交界处，离东部海岸线近1000公里距离的中原腹地，以求尽可能的减小近距盲区对实际预警探测效果的影响。其探测范围可覆盖整个东南沿海，东到日本东京以南的西太平洋海域，南到菲律宾以东海域，加上位于内蒙的第2座天波雷达，两者覆盖范围将交集在西太平洋，为我国提供了包括弹道导弹早期预警、反隐身以及对航母战斗群跟踪定位在内的多种战略能力。我们知道，通过电离层反射电磁波实现探测的天波超视距雷达不受地球曲率的影响，探测距离达3000至5000公里，对覆盖区内低空、超低空飞行目标均具有探测能力。又由于其波长达10几至几十米，任何隐身目标的外形设计对天波超视距雷达都是无效的。同样，隐身飞机吸波涂料和结构件对天波雷达10米量级波长的电波也不起作用。天波超视距雷达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超远程预警探测手段之一。不过，天波雷达探测性能会受电离层随机起伏的电子浓度的影响，而且雷达空间解析度极为粗糙，即便优化天线阵列单元的排列方式和间距，实现低复半和高分辨率的波束特性，即便通过脉冲压缩技术，超视距雷达可以将发射的大功率宽脉冲信号压缩成窄脉冲，从而实现对目标的精确测距，但距离分辨率仍然在3至15千米之间，
只能实现预警，而无法做到火控雷达精度。因此，还是需要陆基米波雷达、空基预警机或预警无人机等，才能构成一个完善的察打一体网络。关于陆基米波雷达，中国有一种独步天下的反隐形杀手锏，即基于全数字化相控阵架构的 MIMO 西部阵综合脉冲孔径雷达。面对传统米波雷达，由于多径干扰导致覆盖空域不连续的问题，通过波束自适应调整，在探测中高仰角空域时，着重削弱波束的旁半电平，用低旁半或零深点指向主反射区，降低多径效应的干扰。在探测低仰角空域时，注重雷达主半波束的宽度，要尽可能收窄雷达主波束，同时使用 MIMO 体制控制天线振子单元，同时以多个波形工作，用多个不同频率波形互相覆盖，弥补不连续的区域。面对传统米波雷达测角精度差、无法测高的问题，西部阵综合脉冲孔径雷达首先能非常方便地将天线阵孔径放大，达到所需的角分辨率。比如3米的工作波长，采用20米直径的环形布阵，即可达到方位 0.5 度、仰角5度的分辨率。如果阵面适当倾斜，仰角分辨率可提高到2度左右。其还可采用超分辨测角算法进行测角计算，例如多重信号分类、旋转不变子空间、最大自然算法等。这些先进算法综合考虑天线高度、地球曲率、大气折射、地面水面反射模型等因素，可将目标的真实方位精确解算出来。实测数据显示，在开阔海面上，西部阵米波雷达对300公里距离上的目标探测测角精度误差在 0.5 度以内，全程测角精度均方跟误差在 0.2 度以内，测高精度误差在500米以内。这种先进米波雷达的精度甚至比很多老式火控雷达都高，达到了可以直接引导各种主动雷达制导导弹攻击的精度。这将极大简化反隐身作战的流程，可以省略引导歼16战斗机对目标区域的2次雷达搜索，可以直接为空空导弹提供中断引导，极大的提升在复杂战场环境下针对隐身战机实敏目标的打击效能。西部阵综合脉冲孔径雷达可以作为战略战役及固定式反隐身骨干，部署在关键方向。它接收超视距天波雷达的初步指示，对特定战区进行精密扫描，能稳定跟踪隐身目标的航迹。我国的 JY-26、JY-27A 等陆基移动式先进3座标米波雷达还可以机动前沿部署，弥补陆基固定雷达的覆盖盲区，大幅度增强体系的生存性和灵活性。其是基于 UHF 等波段的数字阵列体制先进反隐形探测平台。虽然因为功率和天线孔径限制，无法采用反隐形效果更好的 VHF 波段和西部阵体制，但是波长介于 0.1 米至1米的 UHF 波段具备强大的抗杂波能力，探测精度也更高。早在2013年2月10日，中国第3代陆基米波雷达 JY-27 在450公里外就能探测并跟踪在我东海防空识别区附近的美国 F-22隐形战机，并且立即出动海军航空兵战机飞赴目标空域实施查证。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我国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全的反隐身作战体系，已经形成空地配合、进可攻、退可守，支持国土防空和进攻型空中作战。包括 F-22在内的任何隐身战机，在这种分布式反隐形体系面前，也基本上完全丧失了隐身能力。在信息融合与指挥决策方面，所有雷达信息通过光纤卫星通信汇聚至战区防空指挥中心，并通过数据链实时上传至在空中值班的空警500。作为整个反隐身杀伤链的空中指挥枢纽和信息融合中心，空警500的指挥员将在综合显示屏上看到一个由多部地基雷达数据融合而成的高精度的 F-22航迹。指挥所同时命令在附近空域巡逻的歼16双机编队前出拦截，
歼12关闭机载雷达，保持无线电静默，完全依靠空警500通过保密数据链发送的实时目标数据飞行。同时，空警500自身的 UHF 波段数字阵列雷达能够进一步克服地球曲率限制，对该空域进行监视，作为信息补充和验证。最终通过多元信息融合，它能够生成一个精度足以用于引导拦截的火控级高刷新率的隐身目标航迹，并根据 F-22的航向速度计算出最佳拦截路线，指挥歼16占据有利的能量和战术位置，甚至可以实施 A 射 B 导的超视距攻击。美军 E-3望楼预警机也同时在相对安全的后方空域进行巡逻，其雷达对大面积空域进行扫描，并发现跟踪我方歼16双机编队，然后通过 Link-16 战术数据链将我方歼16的精确实时目标数据悄无声息地发送给雷达静默的 F-22，以引导 AIM-120 导弹进行超视距攻击。在这一超视距博弈的阶段，中美双方都无法做到单向透明。超视距空战已经从比谁先发现、先锁定的简单博弈，转变为比谁能干扰对方锁定，同时保证己方通信的复杂电磁斗争。显然，通过让你看不清、连不上、打不准的复杂电磁对抗，中方将飞隐身的第4代半战机提升到了能够与5代机体系进行周旋的级别。第一层电磁反制便是让 E-3 致盲。我们假设中方尚未出动强大的运 9G 电子干扰机、歼 16D 电子战飞机或陆基大型电子对抗平台，而仅通过空警500电子支援模块和歼 16电子战吊舱的电子战能力实施干扰。E-3 虽然平台老旧，反隐形能力严重不足，但经过不断升级，也具备综合抗干扰措施。其在主机身上安装有多个全向或宽波束的辅助天线，当干扰信号从副半方向进入时，主天线和辅助天线都会接收到该信号。系统通过复杂的算法比较主、辅天线接收到的干扰信号的幅度和相位，随后系统生成一个与干扰信号幅度相等、相位相反的信号，并将其注入主接收通道。干扰信号与这个反信号相互抵消，从而在最终的雷达信号中被极大抑制。此外， E-3 还具备频率节变、自适应滤波等高级能力。不过 E-3 的核心雷达架构源于几十年前，为其更换一套全新的革命性的如空警500那样的数字相控阵雷达成本极高，几乎等于研制新机。面对空警500歼 16电子战吊舱的协同超宽带干扰，可能会使 E-3 的信号处理系统过载。当然 E-3 也可能大幅度后撤，以躲避超宽带干扰。不过空警500电子支援模块或歼 16电子战吊舱还采用了智能数字射频存储技术，能够精确复制并延迟调制雷达信号，实施难以分辨的精确欺骗干扰。这种干扰与真实信号特征极其相似，使预警机操作员无法判断真假。当然，对预警机的各种干扰还是会一定程度受制于距离而导致干扰效果不佳。干扰 F-22和预警机之间的数据链则没有这个问题。不过 Link-16 并非一语之辈，它被设计用于高对抗性电磁环境，具备跳频扩频、直接序列扩频、十分多指、高加密等级等多重防护手段。但是上世纪70年代服役的 Link-16 并不是像 F-22 机歼链 IFDL 或 F-35 机歼链 Medal 那样的低节或概率数据链。基于对 F-22 的火控级高刷新率的目标航迹，空警500和歼 16电子战吊舱都能够发射极强的定向干扰信号，对特定方向的 F-22 的 Link-16 网络节点进行点穴式精准干扰，覆盖 Link-16 工作的整个 L 波段或其大部分跳频频段。即使 Link-16 在跳频，但基于数字射频存储、人工智能辅助信号识别的跟踪响应式干扰，干扰信号也始终充斥在整个频带内，导致 F-22 接收端的信噪比
会恶化到无法正确解调信号，误码率飙升，数据链通信中断。此外，Link-16网络的正常运行极度依赖精密的时空同步，其基础是 GPS 授时，对战区内的 GPS 信号进行压制或欺骗式干扰，也将破坏 Link-16网络的时间同步，导致数据链性能严重下降。歼16可能搭载了先进的 KRKL-800进攻型电子战吊舱，作战范围达200千米，远超上一代 KRKL-700A 自卫战术电子战吊舱的100千米。同时，相比上一代的数字射频存储技术，其可能采用了认知电子战全新架构，不仅能识别已知的威胁信号，还能实时学习、分析和表征未知的新型的雷达信号。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它就能生成最优的、最具针对性的干扰波形来对抗该威胁，而不是从预设的数据库中调用方案，解决了传统电子战系统总是落后于威胁的核心难题。其覆盖从低频段通信数据链到高频段火控雷达的极宽频谱，特别是加强了对有源相控阵雷达和低概率截获雷达的对抗能力。KRKL-800的威力可以从上一代 KRKL-700A 吊舱一窥端倪。巴基斯坦在5·7空战中大败印度空军的战绩妇孺皆知，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的4月29日深夜，印巴双方的战机还发生了一次短暂和激烈的交锋。当晚，巴基斯坦空军一架搭载 KRKL-700A 吊舱的歼10C-E 战机与一架印度阵风正面相遇，双方展开战术对抗。而阵风的 RBE-2RR 有源相控阵雷达号称具备5代机的低可截获特征，还搭载了号称能抵御 F-22锁定的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机载电子战系统之一 Spectra 综合电子战系统。不过在歼10C-E 强大的电子对抗攻势下，阵风的雷达系统失效，通信中断，落荒而逃，降落于斯利那加机场。空警500和歼16固然无法同时干扰整个战区的所有 Link-16信号，但它可以在关键的局部空域、关键的时间窗口实现有效的电磁遮断，足以打破敌方精心设计的攻击节奏，为我方战机争取到转瞬即逝的机动站位时间窗口。当然，美军也可能对我方预警机和数据链进行干扰。不过 F-22出于隐形，是不可能携带电子战吊舱的。内置的电子支援模块也偏向电磁感知和自卫，而非主动电子进攻。而且，空警500使用的是低概率截获、低概率检测的先进数据链，干扰起来可不像 Link-16那么容易。同时考虑到歼16并非隐形战机，不必像 F-22那样刻意保持雷达静默，甚至可以索性打开大功率机载相控阵雷达，即便因为数据链干扰而无法接收空警500的稳定引导，也可以在空警500的粗略指示下，利用自身的雷达和红外搜索来保持一定的态势感知能力。而 F-22既要保持雷达静默来保证隐形优势，又缺失红外感知能力。在美军预警机与 F-22之间的杀伤链可能被中国的电子对抗措施干扰的情况下， F-22相当于在半失明的情况下，被迫独自面对一个高度网络化的中国空军体系。这时的 F-22根本没有把握发起超视距攻击，如果贸然打开机载雷达，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后果，比如2009年在美国内利斯空军基地举行的红旗军演中，不可一世的 F-22就有了公开报道的唯一败绩，被首次参战的咆哮者击落。在没有预警机指挥或预警机已经被咆哮者干扰的情况下， F-22试图通过机载雷达锁定咆哮者，但是通过 ANALQ-99 干扰吊舱，咆哮者可以严重降低 F-22的 ANAPG-77 有源相控阵雷达性能。同时，咆哮者可以分析 F-22相控阵雷达的跳频图谱，自动追踪其发射频率。长基线干涉仪迅速测算出了 F-22机载雷达的具体方位。咆哮者反而抓住转瞬即逝的窗口期，模拟发射导弹将 F-22击落。
显然，依靠 KRKL-800电子战吊舱，歼16也可以对 F-22实施超视距反辐射攻击战术。歼16与 F-22的距离迅速接近。当 F-22进入歼16雷达的烧穿距离时 ，F-22的隐形外衣已经完全失效。歼16的 E-Street 红外搜索的跟踪精度也足以支持格斗弹攻击。此时的 F-22也将打开机载雷达，空战回归到最原始的视距内狗斗法则。在和平时期的空中拦截与对峙中，军用飞机之间的对抗最终往往演变为视距内的近距离格斗，而非超视距攻击。近距狗斗作为一种可控的、低风险的、高可信度的博弈手段，完美契合了和平时期展示决心、测试能力和实施威慑的战略目的，同时有效避免了冲突的意外升级。在几十米的距离上，飞行员能看到对方的手势、机挥，甚至表情。这种近距离的面对面的对峙，传递出的决心、勇气和专业精神是超视距雷达锁定无法比拟的，是战争与和平之间那条灰色地带上最惊心动魄的舞蹈。在缠斗机动方面 ，F-22被设计为既能有效地进行超视距作战，同时又能游刃有余地进行近距离的空中格斗。其超机动性并非单一的特技动作，而是一种在传统气动控制面失效的飞行包线外，仍能保持可控飞行并快速改变机头指向的能力。其建立在3大技术支柱之上：2元推力矢量喷管在低速大迎角状态下可以上下偏转正负20度，提供强大且直接的控制力矩，使机头能够快速上仰或下压。这是完成赫伯斯特转弯、眼镜蛇、落叶飘等标志性动作的物理基础。高推重比 F119PW-100 发动机能快速为飞机补充能量，使其在完成一个高难度机动作后能迅速恢复速度，避免成为活靶子。综合气动与飞控设计把飞控系统、火控系统和发动机控制系统交连在一起，计算机自动协调气动面、发动机推力与矢量喷口，以实现敏捷飞行。在多次联合演习中 ，F-22取得了惊人的交换比。在2007年的一次红旗演习中 ，F-22机队面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蓝军，取得了108-0的击落比。参与演习的北约国家飞行员普遍反映，在视距内 ，F-22几乎是不可能被战胜的。它能在看似已经被锁定的情况下，通过匪夷所思的机动摆脱导弹锁定，并瞬间反杀。再比如，在2015年的北方历任美国海军最重大的演习中 ，F-22扮演入侵的红军，取得了击落144架敌机而自身仅损失1架的恐怖交换比。这其中包括了大量的视距内格斗场景。F-22的超机动性让海军的 F/A-181F 超级大黄蜂等机型难以招架，但 F-22在视距内绝不是不可战胜的。比如在2009年阿联酋举行的高级战术领导课程军事演习中，跳过了从超视距开始的完整空战，而专门训练飞行员的狗斗技巧。法国阵风战机近距耦合压翼和三角翼的组合能产生极强的涡流升力，在大迎角状态下提供惊人的瞬时盘旋率。阵风最终依靠飞行员技艺高超的多次大过载的机动，在视距缠斗中多次锁定了 F-22，而歼16的前身苏27更是一款为在中低空亚跨音速区间进行持续能量空战而生的纯空优战机。在冷战末期的巴伦支海上空，苏27与西方战斗机进行了大量危险的拦截与反拦截行动。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塑造了苏27的巴伦支海手术刀绰号，但更多的则是大量的视距内格斗。挪威 F-16飞行员承认，苏27在垂直机动性上明显优于 F-16，能轻松获得高度优势。在水平持续转弯中，苏27因为极低的翼载 ，F-16同样很难在绕圈中取胜。随着冷战结束，俄罗斯与美国开始进行联合演习，提供了史上第一次苏27与 F-15在公平规则下的直接性能对比机会。
F-15凭借其更早装备的先进中距空导弹和雷达，在超视距交战中有一定优势，但一旦进入近距，苏-27几乎占据压倒性优势。苏-27的高优有机动被证明极其有效，它能快速将高度转化为速度，切入 F-15的内圈，或者从不利位置中重新获得角度优势。F-15虽然也是一款优秀的能量战斗机，但在持续盘旋和垂直机动中，被普遍认为稍逊于苏-27。加之苏-27在90年代初就已整合了头盔瞄准具和2-73高离轴角格斗弹，这意味着苏-27飞行员只需转头看着敌机，就能引导2-73攻击，而 F-15飞行员必须辛苦地将机头对准目标，才能发射 AIM-9M。这些模拟空战的结果，彻底坐实了苏-27作为世界最强狗斗战斗机之一的地位，并直接刺激了美国加速开发 AIM-9X 和联合头盔提示系统。歼16完全继承了苏-27系列的大边条平滑过渡形成的一身融合升立体和大展显比中等后掠翼设计，还通过材料结构、引申、电子战4方面的创新，实现了性能的全面提升。比如苏-27边条内段73度后掠角过渡到外段42度后掠角，而为了实现更精细的涡流控制，歼16边条内段则从70度后掠角过渡到外段45度后掠角，前缘半径从5至8毫米变为3至5毫米，同时面积也进行了一定缩减，从12%机翼面积减少为10%。歼16的跨音速阻力降低了8%，解决了苏-27边条机波与主翼机波干扰导致1.6马赫后阻力骤增的问题。此外，边条根部与进气道进行平滑融合，而 CES 降低约20%，且边条根部连接件使用激光增材制造，寿命延长3倍。苏-27的边条是全钛合金焊接，重约120千克。歼16边条蒙皮采用 T800级碳纤维，骨架升级为 3D 激光增材钛合金，减重25%。苏-27的边条仅作为气动面，而歼16的边条内部还嵌入共形阵列天线，用于电子侦察和干扰。歼16的2元可调斜板4波系进气道也进行了多项关键性改进，显著提升了飞行性能、隐身能力和作战适应性。进气道内部采用雷达吸波涂层，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替换苏-27的300公斤的钛合金可调斜板，减重约30%，并优化斜板作动机构响应速度。进气道内部增设涡流发生器，进一步改善大迎角飞行时的气流分离问题。加之智能进气管理系统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进气道压力流量，与飞控计算机联动，动态调节斜板角度和发动机参数，避免在极端机动中出现的进气喘震问题。而为支持电子战吊舱和大功率雷达，歼16进气道周围新增热交换器进气口，解决了苏-27系列长期存在的航电散热不足问题。这些都意味着歼16虽然没有装备推力矢量，但其基础能量特性和持续转弯能力依然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加之国产 WS-10B 发动机提供了不逊于甚至优于 AL-31F 的推力，保证了其高推重比和能量恢复能力。歼16证明中国航空工业已彻底吃透苏-27的设计哲学，并注入隐身化、信息化、多任务化的新时代需求。这种改进不是简单的魔改，而是基于实战需求的系统性重构，既保留苏货1的气动暴力，又赋予它智能时代的精确锋利。但面对拥有推力矢量的 F-22，歼16飞行员李超必须避开 F-22的强势区间，并将其拖入自己的优势区间。其战术核心必然是保持速度，避免进入低速剪刀，在高速中持续运用高低有机动，保持能量水平，不与 F-22进行导致速度急剧下降的瞬时盘旋转弯。歼16还充分利用了双座分工优势，在如此高压高动态的格斗中，后座武器官可以专职负责传感器管理，
快速在雷达红外瞄准和跟踪之间切换，并针对性对 F-22的雷达进行电子干扰，反制其雷达锁定，同时对另外一架 F-22保持密切监视，从而让前座飞行员心无旁骛地飞行。而 F-22的单座飞行员需要独自处理所有信息，工作负荷极大。基于上述战术，首次交会时，歼16便率先锁定对方掌机，另一架 F-22试图反击。李超驾机垂直攀升后，完成同滚动作，在距对方座舱盖仅10至15米处倒飞掠过。最终后座武器官利用头盔瞄准具结合霹雳10的大离轴能力，同时锁定双击，迫使美军 F-22撤离。其中同滚后接倒飞不是一个华而不实的特技，它是飞行员对飞机性能、三维空间和能量管理的深刻理解的体现。由于结合了滚转、偏航和俯仰，飞机在飞行过程中计值变化相对平缓，飞机速度保持极好。虽然在较远距离上，歼16的 E-Street 就能锁定 F-22的尾焰和蒙皮气动加热信号，实现静默锁定，但对方无法感知。而歼16的主动相控阵雷达更像是执行最终猎杀的利刃，其强大的功率、敏捷的波束和智能的火控算法，使得在极短时间内对多架 F-22这样的隐身高价值目标实施狙杀成为可能。回望1997年9月7日，世界上首款第5代隐身战斗机 F-22在美国佐治亚州马里埃塔空军基地首飞成功，举世震惊。而我们当时最好的飞机只是3代机歼82，于是就诞生了8架歼82换1架 F-22的悲壮战术。4个双机编队，以每组间隔20公里的目视距离横向散开，向 F-22发起冲锋。F-22正面的歼82几乎是必死无疑的，但 F-22打开弹舱发射导弹的瞬间，会破坏其隐身结构，剩余的歼82则利用这个空隙锁定并干掉 F-22。显然，这个战术的成功率建立在极大的偶然性和飞行员的牺牲精神之上。因为我们在2018年金头盔的对抗演练中，再现了一次当年用歼82向 F-22发起刺刀冲锋的场景。不同的是，歼82换成了歼11B，F-22换成了歼20，最后的结果却是歼11B累计损失了108架，仍然没有击落一架歼20。而这次歼16本身已是一款性能臻于极致的4代半重型战机，其身后还站立着一个成熟强大的一体化反隐形作战体系。歼16的锁定是这套体系最终伸出的拳头，它是在体系之眼的引导下，在电磁护盾的掩护下完成的致命一击。从假想歼82与 F-22拼刺刀，到歼16锁定2架 F-22，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到在自信中运用力量的攀登之路。在现代战争中，合理的体系架构、先进的信息网络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其整体效能可以超越甚至压制技术上更先进的单一武器系统。飞行员李超的英勇和技术是点燃这场胜利的火花，但其背后是中国空军整个作战体系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所铸就的坚实基础。